喂，爸。你看现在都几点了？你怎么上班永远迟到啊？我这打电话呢，一会儿再来。我不是迟到，这堵车没办法呀。啊，你放心，马上就来了，别急啊。你怎么？好久不见，侯总。小伟。喂。喂，爸。你不接我电话，还让保安不让我上来，没想到吧？一件简单的快递服，加上一个过了期的工作证，我就站在你面前了。喂，爸。那边谁啊？小安，特别意外吧？你现在是不是特别难受啊？啊，小伟，小伟，你能把刀放下吗？咱们俩有话好好说话，好不好？好好说话。没有这把刀，你会跟我好好说话吗？那边谁呀？啊！我为什么不接你电话？那是因为我想让你能够冷静一段时间。等你冷静下来以后，你就知道我为什么。冷静什么冷静？我从公司带走我自己的设计方案，你说我侵权，你让我冷静。小伟啊，那也是你在公司在职期间设计的呀。那是我利用自己的空余时间自主设计的成果。你答应过我的承诺，你自己说你兑现过多少？是，小伟啊，你听我说，这个人吧，告诉去吧。人做事情啊，他的思维不能太狭隘了，你知道吗？我觉得一个人的心胸，他有多大啊，他的成就他就会有多大，你知道吗，小伟？已经3个月了，没有一家公司愿意再聘用我。我这彻底毁了。我不知道你在背后。小伟，你千万别冲动，小伟。把他给我关了！我关一个，把他关一个。马总，马总，出事了！别慌，怎么了？胡总被劫持了。小伟，你千万别冲动，你听我说。你提任何要求，只要我能做到，我都答应你，好不好？我都。小伟，你别冲动，小伟，你别冲动。喂，小伟啊。谁？我是马勇啊。挂了，把电话挂了。不，你千万不要冲动啊！有什么事儿都可以跟我谈的，只要你保证侯总的安全，我什么条件我都可以答应你的。马总，你还真的不愧是侯志荣的半个儿子。跟你谈是吧？第一，立刻给我转账500万；第二，让他当众陆水平向我道歉，不然我现在就宰了他！别，千万别！现在公司上怎么会有那么多的现金呢？啊，要不你折中一下怎么样？我可以立刻给你转200万。你的意思是说，堂当侯总的命还不抵500万？好，300万，1000万，500万，我把公司账面上的所有的钱现金全都给你，行不行？小伟，还有一件事儿，侯总啊，侯总他的血压非常的高，医生说他一点都不能激动，否则会有生命危险。侯总啊，你的那个心脏病有没有犯啊？别废话，快点！哎呀，小伟啊，我的心脏好多年都有问题，你刚才这么一下，我心跳好快，哎，我心脏难受啊，小伟。你装什么装？打劫知道吗？打劫！快点把钱拿来！怎么开始？哎，我碰到了，你还要怎么样？就是差一点点啊！一点点你就搞啊！你敢弄上来啊？我这个是不要。能不能给他送一杯水嘛？我喝水。他给我老实点，听见吗？
那样他会心脏真的会出现问题的。就一杯水，就是我们公司的小秘书，就一个女生，你不用怕，什么事儿都不会有的，就一杯水。行，就他一个人进来。如果让我看到其他人，我马上弄死他。起来！谁呀？谁呀？我送水。把水放哪儿？放哪儿？我得喝水。董事长得喝水，我能不能拿给他？把水给他，快！我还得吃药，我心脏难受，我得吃药。董事长有心脏病，不吃药可能会有生命危险的。吃药？药在哪儿？在那个柜子里面。你去拿，你去。啊，我拿。别耍花样。我这拿不了。你演什么戏呢？给我起来！什么你？进来。12点之前，务必把签字盖章的文件送到亚氏集团。一上班就迟到，我们爷俩差点连面都没见上。你让人挟持了，跟我迟到有什么关系？别给我绕弯子。公司的规章制度对你来说算什么呀？行了行了，你少说2句啊！血压刚降下来，一会儿血压再上去呢，我又成了犯罪分子了。我跟你说，你就是个犯罪分子。你要再这样下去，你会成为我们侯家的千古罪人。我干嘛了？我千古罪人？你跟我说让我给你一笔钱，让你自己去创业，我给了。结果呢？钱赔了个精光。钱赔了没有关系，关键是有没有让你自己明白你自己到底几斤几两呢？我跟你说，我今天真是要遭遇什么不测呀！我不知道你会用几年的时间把智荣建设给干倒闭了。我告诉你句实话，我有时候真的想把公司交给马勇。他至少做工作兢兢业业、勤勤恳恳，人还聪明。但是他是外人，外人会有外心的，我们不得不防，明白吗？爷爷把公司传给我，我再把公司传给你，我们是家族企业。你能不能做好啊？我跟你说，就你现在这个样子，我气到被你气死。哎呀呀，行了行了行了，老头儿，哎，明天开始好好上班还不行吗？明天我就开始好好上班啊，你也别气了。入职第一课，我教你们的第一句话是什么？说。永远把客户的利益放在第一位，没有任何理由可以伤害到客户的利益。
我听不见。永远把客户的利益放在第一位，没有任何理由可以伤害到客户的利益。明明是你在规定的时间内没有完成任务，所以客户才会投诉你。怎么，资格老了，脾气也见长了？知道处罚规则吗1个月不能上岗。回去反思反思，写检查。是。你在哪儿呢？我现在心情不好，想去吃火锅。我在开会呢，今天一天都没空。我相信你能自己挺过来。小侯总好。好。小侯总好。好。早上好啊 ，Hello， 小侯总，小侯总，小侯总，哎呦，这是干嘛呢？这么激动？小侯总，小侯总还好吗？侯总没问题，已经回家了。加油！开心的一天开始了。小侯总，你想喝点什么？是咖啡、茶还是？咖啡。哎，弟弟，你家他妈把我这椅子换一下，坐着不舒服啊。小侯总是这样，公司所有的办公用品都是按侯总的要求统一配置的，我没有这个权利。行吧，冲咖啡去吧。哎。侯总的要求，侯总的要求，小侯总也是总呀，是不是？侯局，我们见个面吧。是不是？月月在哪儿呢？七贤路美露酒店。好的。怎么还没到？七贤路美露酒店0237，我的大眼猫，你不会又是迷路了吧？快来，我的爱。哎，这么巧啊！车借我用用。干嘛呀？这么着急？还不清楚呢。哎，你慢点开，别违章。什么时候买车呀？带个步。你约这儿来干嘛呀？白泉就在这附近住啊。谁？给。谁的？看看吧。黄月白泉会。什么意思啊？好了，就是给你看看，不是给你的。以后别再一天800条微信给我发呀发的啊！我已经是别人的老婆了，你再这么给我发，我只能给你拉黑喽。不是你回家1月，怎么还跟人结婚了呀？真的假的？这都不重要了，亲爱的，吃一堑长一智吧。记住，有些女人是不靠谱的。我走了。
拜拜。不是，哎，别不靠谱，你什么意思？你给我说清楚，什么也会，怎么就结婚了？什么意思啊？还有什么好说的？各自安好吧，再也别见了，拜拜。这是给我踹了吗？我刚刚是被踹了吗？哎，大鹏，你那稿子写的怎么样了？你放心，明天就交稿。谁呀？来了来了！哎，你干嘛呀？想看片呢。服务员，你好，客人，我忘带房卡了，帮我开下门。你是住这屋的吗？是。你等一下啊。前台，前台。收到。0237的客人说他没带房卡，是不是他？谁呀？真的是发小卡片的。让客人报一下入住人的姓名和身份证号码。来，跟你说吧。按这。我知道。朱大鹏，440303198609060017。身份确认，可以开门。你俩不都分手了吗？干嘛呀？他这是要……他没文化。哦，我跟他说的。他会对着什么的？太不靠谱了，太不靠谱了！你别动！你给我站住！哎呦，哎呦，兄弟，你这什么情况啊？周大鹏！不是，哎，给我站住！哎，哎，哎，你。
呀，你误会了我没有出轨啊！哎呦！你听我解释，我真的没有出轨。十一啊，我真的没有出轨，你相信我。你站住！这是我电话，你和你的车回头一起算。不是你不会道歉吗？不会。不会算了。妹妹，你们老板呢？我们老板在里边呢。哎，猴子，你来的正好，浪费我一颗蛋。哎，别捡了，哎！现在市面上1斤鸡蛋7块多，我进价6块多，合着一个鸡蛋成本1块钱。你说我由生做熟，加上我个人的创意，能卖到3块5一颗。你说里外里，这赔了小3块。你这怎么了？腰子让谁给撞了？我也结婚了，你知道吗？你这就不够意思了。结婚这么大的事，你不跟我商量吗？你有征得我的同意吗？黄月要结婚了，新郎不是我。女友嫁人了，新郎不是你，真的假的？我在想，我是不是被绿了？哎，这事根本就不重要，猴子。我跟你说啊，这是一好事儿。首先呢，这女的我压根从开始就没看上她。你说她空有一副皮囊，灵魂一点都无趣，这人上大街上拉不海了去了，对吧？回头我给你介绍一个能持家、会干活的好姑娘，好不好？不是我窝囊，我恶心，我每天掏心掏肺的，对吧？我专心致志的对她，这个那个，今天突然给我整这出，这个，你就给我打听打听，谁把我绿了？行，这事儿我给你办了。那我也能打听打听吗？你这腰子被谁撞了？不是你那鸡蛋掉地上好吃啊，天天啊，这么大人都掉地上还吃啊，恶不恶心啊？哥吃的不是蛋，是钱，看见我都难受。来，海星炒饭2.0，为你量身定制的微笑。我看不了这个微笑。朱大鹏啊，你不是说你跟他分手了吗？啊，他怎么发那么大火呀？我哪知道啊？我告诉你啊，我李雪梅是个正经女人，你要是想玩我，没门儿。瞧你说的，我是那种人吗？我跟他说了，但是他不接受，我有什么办法呀？你说你找什么人不好，非得找个女保镖谈恋爱？你是不是觉得自己特精打呀？我那是年少无知，虚荣。前2天朱大鹏说，我们认识3年，嫁到一起，见面不到2个月。你说，他出轨是不是我的问题啊？如果换了别人，也会是这样的结果。不一定。如果换了别人，他不能理解和支持你的工作，他会给你提分手，这是起码的尊重。他呢？
这边跟你要结婚，那边跟别的女人鬼混，这算什么？这是渣，单纯的渣。我求求你了，你不要再给他找任何理由了，明白吗？就是太相信他，他说什么我信什么，把我骗得死死的。海飞怎么就那么不靠谱呢？不是爱情不靠谱，是你们俩的关系本来就不靠谱。你自己也说了，你们在一起3年了，这3年，你除了休假的时候能跟他见一面，平时就是靠微信、靠视频来维持，不吵架、不闹矛盾，你们的感情温度就在30度左右。亲爱的，低于体表温度的30度，我们洗澡都嫌冷吧？可是生活中不就应该是平平淡淡的过日子吗？那怎么的？天天寻死觅活，一天不见就上吊啊？那也不是。我就是觉得，怎么就这么难呢？你说，我爸这些年一直在折腾，把家里的底儿都折腾光了。我知道他是想表现给我妈看，想争口气。我能说他什么？什么都说不了。我是他女儿，我只能帮他一起扛。可是我扛不动啊！我还了这么多年的债，我把我所有的积蓄都掏空了，我也没有还清。跟朱大鹏的3年的感情，说没就没了。还有我自己，我现在体力下降，接不着大单，还得跟我投诉。怎么就那么累？有点快撑不住了。你干嘛呢？你干嘛呀？哎，你干嘛？回家啊？你冷静冷静，我把该处理的事情处理完了，我们再在什么呀？我是你女朋友，我去你的家是不是天经地义？不是，我有点不舒服。我今儿更不舒服。这屋子不错嘛。都是他给你弄的吧？我觉得不太适合你。对，你说的都对。这么大，这买的什么呀？当心别刮动门。哎，左边，左边。哎，慢点，慢点，慢点。哎，丽丽，哎，什么东西啊？不知道啊，小侯总买的。这边走。小侯总买的，那么大一件儿。小侯总，我买的东西到了。每次都做那么快了，慢点啊。拆开，拆开。我觉得
子。给我刮花了啊！慢点，慢点。嚯，这颜色太好看了。怎么样？摸摸这皮质，哎，头层小牛皮怎么样？坐着看看来。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好舒服。你上来试试。转一圈。哎，我在这。觉得脚都能给特别多，所以你坐下去不会很难受，就很舒服，你知道吗？像你们这椅子坐每天之后，那腰也疼，腿也疼。哎，侯总，坐试试，来试试。还角度呢？这椅子哪儿来的呀？我新买的。够有钱啊！这椅子不太适合你，把它搬走吧。搬走？什么意思啊？你要搬你那儿去啊？别呀，我刚买的，让我坐2天，我给您订把新的，好不好？谢了，我不需要。办公椅是按规矩给公司的员工定的，你不能搞特殊化，坏了公司的规矩，明白吗？不是我那个椅子吧，它那个角度我也不知道说不上，不知道为什么我每天一坐完，我这腰也疼，屁股也疼，严重影响了我努力工作，这个就不一样了。公司的所有员工没有一个因为这样的原因给我投诉过，大家都没说什么，就你觉得不舒服，是不是这儿出问题了？那我跟您说啊，这我正经跟您说，设计的精髓在哪儿？在哪儿？人体工程学，你坐上去就舒服。这你老牌设计师最懂这个了，对不对？我只知道公司的规矩比你的人体构造更重要。你的屁股不比别人特殊，立刻让这把椅子从我眼前消失。这不是商量，这是命令。OK。命令？当自己首长呢？我就不搬，搬我是你儿子。开门！啊！朱大鹏，开门！十一来了。哎，别怕，我上了铁链锁，他进不来。朱大鹏，你给我开门！你别说话，我去打发他走吧。一定不要说话。嘘。师爷，我已经把你的行李送到物业了。我来拿我的金牌，把门打开。我去给你拿。你别碰，我自己拿，你不许动。你要是进来再揍我一顿怎么办呀？他在里面。没有人。我警告你，把门打开，我拿完金牌我就走，你别逼我。不，你也别逼我呀，我保证我不碰它，给你拿出来，好不好？好，我去。那。哎，这位先生有眼光啊！我们现在啊，厂家在做活动，只用付10%的体验金就能帮您给安装好啊。试用3天，你满意了再付尾款。像您看这款啊，这个是我们的经典款，安全系数极高，你没有钥匙绝对打不开的。啊。
那我们再看看啊，再看看。哎，好，您慢走啊。这门结实吗？哦，我们这门啊特别结实，你看我们广告牌，星辉上岗，小偷下岗。把人反锁在屋里，能出得来吗？原则上来说，要么饿死，要么跳楼。就他了。哎，好嘞，姐。就这儿。您这本身就是防盗门啊。这门不结实，进了不该进的人，装吧。啊，行，但是姐，你能出示一下身份证、户口本之类的吗？我们也得为户主负责嘛。您这身份证上面的地址跟这儿不对啊。哟，11，这干嘛装防盗门啊？啊，对，踢球去了，李叔。是啊，好，回见啊。回见。哎，怎么着？让我把周围的邻居都叫出来证实一下。对不住了，姐，马上安啊。哎，来，走，一起来。怎么了？防盗门。他是要给我们锁屋里啊！你快去啊！去哪儿啊？你去搞定他！你打得过他，你去啊！我就打得过你。还行。哎呀，你给我弄过来了？怎么弄过来的？推来的？那不然怎么着扛过来啊？败家孩子，这不废轱辘吗？你看，赶紧别看了，弄上去快！还行啊，哎，这皮子不错啊。走，上签了。天哥，天哥。哎呀！这个呢，往左边转2圈就锁住了啊，转3圈就反锁了，里面的人啊就出不来了，除非啊他有钥匙。来，谢谢啊。不客气。 3天后来这个家找一个叫朱大鹏的拿尾款，放心，他有钱，不会赖账。好嘞，姐。放心，防盗门很结实。我们这款 X7啊，搭载了最新的4.4升 V8发动机，最高呢能达到530马力，配合新一代的 XDrive 智能全新驱动系统，极大的提升了操控体验与舒适性。你好，不好意思，我想问一下，有什么可以帮你忙？不用了，谢谢。你好。那天对不起，修理费多少钱？ 那单子自己看吧。
3800。怎么了？原装进口的，车漆多少钱不知道啊？给我挂那么大一块儿，本来我都想找保险公司赔了，你非要负责，那你看我也不能不成全你这心意啊。对，其实我不知道。付款码给我。还挺痛快。付款码。行了，660是什么意思啊？我现在只有这么多。你拿660出来给我谈赔偿呢？你逗我玩呢？剩下的我先欠着，下个月发工资我会转给你，利息按银行算。哎呦，哎，你不会是骗子吧，大姐？啊，假装磕一下我车，跟我说赔偿，回头来骗我银行账号。要不行，我把我银行账号先给他也行。你拍个照，我要是不赔钱可以告我。51，你这什么名儿？也有可能。哎，你等记得把账号发给我。这什么脾气？你看现在欠钱的都是爷，挺有个性的。中奖了。哎，不是前面那哥们，瞧瞧我的，追尾知道吗？全责。哎，谁全责呀，兄弟？你追尾你不全责怎么着？是跟谁兄弟呢？咱别横啊，讲道理，你刚才。你突然变道也没打灯没减速的，对不对？你哪只眼睛看见我突然变道没打灯没减速啊？哎，你这么说没意思了，我们都看见你了。怎么说有意思？你哪只眼睛？你要干嘛呀？拍个照，交警处理吧。对，拍个。哎，谁让你拍的？你干嘛呢？你问我干嘛呢？捡起来。我捡。跟我说话呢？啊，动手干嘛？捡起来。哎呦，爷爷我在号里好多年，一直捞不着人打，快给我憋死了。今天你中了头奖，你是没捞着人打，还是被人打傻了呀？哎，你这是干嘛？动手了！我都别个。哎！谁啊？咱俩认识吗？哎，小魏，行啊，有出息。老爷们打架叫女的帮忙是吧？打你怎么了？我不打女人，知道吗？5号码头知道吗？明天中午12点。哎，咱俩单挑，你要不去，我就把这照片放网上，我恶心死你。贵店他来。什么人？开的什么破车？什么毛病？没事吧？大姐，我知道你能打，那你该收手术再收手好不好？不是，你们俩这么打下去，不是你伤就是他伤，医药费不说，打架斗殴是被刑拘的，我是在帮你。我用你帮忙，我本来都要赢了，我那一拳就要 KO 他了，你非上来。行行，我看在你这个见义勇为的份上啊，你欠我的钱就算了，好吧？但是从今天不是从此刻开始，到以后的永永远远，不要让我再看见你，好吗？太好了，
送啊！神经病！哎呦，我操，肝儿疼，锤死我了！这个你怎么那么冲动呢？太能打了！比我手机掉哪儿去了？肝儿疼。没睡没睡，还行，睡了还行。这个我打的呀！走走走走走，大姐挺厉害呀。进来。侯总，刚才侯爵的好哥们海星给我来一电话，说什么？说咱们小爷不知道怎么惹了个刚放出来的劳改犯。什么？他跟他约了明天中午要单挑啊！我跟他说了，绝对不能让他去，那样会出事儿的。这不，海星也劝不住，没办法，只能告诉我。那你说怎么办吗？这个臭小子！他不惹点事儿，他是不是心里不舒坦呢？不，您别着急，您别着急。他是不是嫌我活得够长啊？你赶紧把他给我叫过来，去，叫他过来。侯爵的脾气你也是知道的，我现在要是把他叫过来，您爷俩非得干起来呀！海清跟我说了，他说这事儿不能让侯爵知道，是他说的，他没法做。要不咱们就想想其他的办法。没什么办法。哎呦，你能找到那个小混混吗？我想想办法，但我不敢保证。红中，哥，分夜小伙儿。红中，能不能快点？送钱的来喽！出海啊！7万，别动，糊了。他叫刘铁浩，我是托了人才跟他联系上。哎呀，他是因为打架斗殴啊，被劳改了3年。这刚放出来，不知道怎么就盯上我们小侯总。他说没有10万块钱，这事儿摆平不了。我真是连做梦都没想到，我怎么会跟一个小混混打交道？这事要传到外头去，多丢人呢！你去财务那儿领10万块钱，一定让他在约架的时间过来找你拿钱。我要确保在那个时间段他不在5号码头。放心吧，侯总，我已经把保安部最得力的2个人派去保护侯爵了。这样，万一那个刘铁浩不守规矩，我们也有人在那儿看着。嘿嘿嘿，干嘛呀？我老板点名要看你的照片，那样才能证明你没有去5号码头啊。哎，闭眼了？闭不闭眼，你都是个劳改犯。怎么说话呢？
够意思，明白人。得了您嘞。哎，干嘛呢？干嘛呢？这是谁让你们来的？小侯总，侯总让我们来保护你的。侯总，怎么哪儿都是侯总？赶紧走走走走，快走！哎，你站那站那，回来！你干嘛来了？谁让你来的？我来看看，那个人没来，你可以回去了。有什么好看的？有什么好看的？告诉我，你怎么知道他没来？他要是来了呢？他要是来了，看见你跑了怎么办？我解释都解释不清楚，你知不知道？你怎么这么烦人呢？这跟你有关系吗？你来看什么也没事啊？我不来，我觉得心里亏欠你的，我不喜欢欠别人的。我来了呢，没帮上忙，但是我心里踏实，咱俩也扯平了，以后你想让我出钱都不可能。你欠我什么？我跟你说，你来才是欠我的，没你什么事，老过来掺和什么呀？什么也干不了，净给我找麻烦，丢人，真丢不起那人。哎，杨姐，啊，你慢点说。啊，我回来没事，我来了。哎，马总，马总回来了。杨姐，杨姐，哎呀，豪杰，哎呀，你可回来了，这吓死我了！没事，这，你看，哎呀，你看多吓人呐！天哪！哎，血在屋里啊！不是啊，你什么时候看见的？我买菜回来就看见了。不是你们这物业，我们住你们房子最基本的安全负责不了吗？啊，对不起，这张姐已经报警了，警察已经拍照取证，后续有什么进展，我会及时通知您的。那这都没干，你赶紧查监控看谁干的。这个监控刚好坏了，我们正在抢修呢。啊，您放心啊，我以后一定会加强管理的。行，赶紧修监控去吧。你联系那个厂家，把我防盗门换了。哎，好的，好，不好意思啊。我就出去买了个菜，我回来你可就，我要是不去买菜，那坏人他就进不来，就不会就。哎呀，这是好事儿。您要是在家，坏人进来更危险，那我更担心啊。好了，不怕了，太可怕了。咱给他擦了吧，看着太难受了。好。哎，算了，您歇着，我擦啊，歇着。哎呀，吓死了！对不起，侯总，这事儿都怪我，是我没有考虑周到。我以为把钱给他了就没事了，我没想到他还跟踪我。那现在他嫌钱少，咱们该怎么办呢？侯总，这有一封您的信。你拆开看看吧。啊？
我这儿也有一封，跟这个一样的。当我收到第一封信的时候，我只是以为有人搂草打兔子似的要挟，不就是为了要钱吗？现在看来可没那么简单，一个是在明处敲诈，一个是在暗处威胁。侯爵只是得罪了两茬人。你说的一点都没错，两茬人。那这下麻烦就大了呀！为了侯爵的安全，让他先出国避避风头。刚把他从国外逮回来，又把他送出去啊，这叫放虎归山。到时候放他出去，不知道他又会野成什么样。再说了，国外不一定比国内安全，明白吗？您看看，现在连侯爵的住宅也不安全了，那你还不让他躲得远远的？要不然，给他请个保镖。您看您自己出那么大的事，都没想到请保镖，先给儿子请，有什么办法呀？谁让我是他亲爹呢？要不然，我帮他找一个女保镖吧，就那种岁数大一点的，既能保护他，还能替我管管他，避免他受伤害是一方面，防止他再去惹是生非，这才是根本。哎。上回救我那个女孩，你不是说她就是做保镖的吗？那个女孩还不错。我看了她的证件，是神鹰安保公司，叫51。这女孩看上去干干瘦瘦、文文静静的，一开始我还真的以为她是个秘书。我就是需要这样的人，稳重成熟，再加上她那天见义勇为，她的品质一定不错。这样。我们现在就去神鹰安保公司。喂，赵总。好，我马上到。你看，这是11的个人简历，进来。哎，11，快过来。侯总。11看看，还认识吗？你好。你好。侯总点名要跟你签工作单，保护他侯公子3个月，明天上岗。谢谢工作认可。11啊，智荣建设的事儿，你怎么没告诉我？公司规定，任何理由都不可以伤害客户的利益。我不想为自己辩解，毕竟。是我没有按时完成工作。11好样的，你这个是见义勇为，公司一定会对你进行表彰。那就请侯总给11介绍一下情况。哎，我来吧。那个，这个是侯爵的照片，我想你们那天也见过了。谢谢啊，不客气，不客气。小侯总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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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小侯总。小总。丽丽啊，给我冲杯咖啡。小洪总你好。丽丽，丽丽呢？哎，这儿呢，这儿呢。这是哪个部门的？这位是您的新助理，我也是刚刚接到人事部的通知，就这样了。我是你的助理51，今天第1天上班，请多关照。
我怎么不知道我招助理了？谁招的啊？侯总。谁？侯志荣，侯总。你跟着我干什么？这是我的工作。你哪有工作啊？你被开除了已经，收拾东西走吧。快走，快走，别跟着我，别跟着我。侯总，侯老板，什么事儿？你雇的，还满意吗？满意什么？对外说是助理，实际上是从安保公司给你雇的贴身保镖。对外是给我雇了一个保镖，实际上是你找了一个人24小时看着我。你做任何决定之前，能不能征求一下我的意见？你不要随意改变我的生活，好吗？有人破门而入，有人要打击报复，是他们要改变你的生活，不是我。谁要打击报复？你以为那个人没去5号码头，这事儿就算完了吗？要不是他从我这儿拿了钱，你以为他会放你鸽子啊？啊？侯总，你消息是真灵通啊！我告诉你，他们没有改变我的生活，那就是我的生活，我自己说了算，请你不要插手好吗？我也告诉你，保护你的安全，就是保护家族未来继承人的安全，也请你不要插手我的决定。谁带他出去吧。你说吧，你怎么才能走？如果我失职，没有按合约保护好你，被开除，我才会走。那太麻烦了。这样啊，侯总给你多少工资，我给你2倍，你赶紧保护别人去。行好，我去报表，你再检查一下。好。不答应是吧？那别怪我不客气了。麻烦你从外面把门给我关上。好的。喂，你好。咖啡，谢谢。好的，稍等。您的咖啡。哎，等一会儿。这是什么咖啡啊？啊，帮我换一杯手冲咖啡。好的。您的手冲咖啡。哎，等一会儿，你回来。你会不会冲手冲咖啡啊？这温度根本不够，这咖啡豆都没散发出它本该有的香味儿。好的，马上帮您换一杯。您的咖啡还满意吗？凉了。帮您换杯热的，加热过了。什么叫加热过了？微波炉打的吗？啊？咖啡是可以加热的吗？你对这杯咖啡有最起码的尊重吗？我问你，啊？要不我再帮您换一杯？不喝了，一天的心情都整没了。你是那个舞刀弄枪的51吗？是我。有什么做的不对的地方，请多指教。你这性格不是挺火爆的吗？啊？怎么突然转性了？啊？早上吃药了？突然懂得温柔贤惠了？谢谢你对我的肯定。还有别的事吗？你给我笑什么？保持微笑。
没事。那有事您叫我，我先出去。来，把这个咖啡端走。好的。你跟我好的。其实吧，我对你们保镖这个行业还是有很强的好奇心的。那既然你都是我的保镖了，就给我做一个这个详细的自我介绍吧。我做了7年保镖了，以前是散打运动员。没了？没有了。糊弄谁呢？详细的自我介绍，你这是什么呀？我问你啊，你那回跳楼追的那人是谁啊？没谁，训练任务。啊，你们训练跳楼追一个柔弱男子，还揍一仗？不用不好意思说，跟我直说没事。男朋友吧？你就说嘛，都能理解。我们后面还有很长时间需要相处，对吧？多沟通有助于我们日后好相处。做你男朋友是不是也是高危职业呀？啊，动不动就动手，动不动就挨揍，什么也不敢说，什么也不敢讲。干什么的？师傅，上！我们撞人了，下车！哎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啊，没事吧？你们怎么开的车？把是不是给撞了？你们说怎么赔？车是我开的，跟我说吧。2万，给我们2万，我们马上找人。碰瓷儿是吧？碰瓷儿的，碰瓷儿是吧？你，那你遇上我算你太幸运了，我就不凭你怎么着，不凭你说谁碰瓷啊？哎，抓我领子是吧？是不是要给我动手？是不是动手？是不是要动手啊？山川，别动手，好好说。太管闲事儿了，行吧，不要吵了，抬，没抬。不错啊，你啊，有两下子，厉害。跟你那几个哥们说一下，对不住。什么哥们儿？哪几个哥们儿？刚才拐过来的时候，看见一辆天使救援队的车，你的资料里显示你是天使救援队的队员。哦，是吗？我有队友在那边是吧？没看见他们。刚才躺在地上那个穿着救援靴，另外打你那2个人，虎口有缆绳勒过的痕迹，你的虎口也有。而且我能感觉到，他们不是想真的打你。还需要我继续说下去吗？不用说了，我就是测试测试你是不是会真的保护我，啊，结果还不错，这个功底还可以。哎，我是不是有什么事儿你都能帮我摆平啊？啊，这么想想还是挺开心的，有你们个人。
我的工作是保护你，不是伤害别人。我就问一问，哎，前面那酒店靠边，给我停一下，我要上厕所。马上到家了。我要现在上，我憋不住了。帮我停一下。哎，忍一会儿。停一下。来了来了！哎，干嘛呀？上厕所憋死我！哎呀，鞋！哎呀，永远不换鞋，真是。阿姨好，我是51。我知道。哎呀，侯局他爸打电话跟我说过了，就叫我张姐就行了。在这边有什么需要，有什么不懂的，你就尽管问我就行了啊。需要什么你就告诉我就行了。你看，我还专门给你准备了一双拖鞋。我自己带了一双。啊，还带了一双。我穿这个在家里方便，跟脚不耽误事儿。家里都不能放松。你的屋子我都给你收拾好了，我带你去看看吧。我能不能先四处检查一下？检查？可以呀，随便检查。我一天打扫好几遍呢，到处都干干净净的。好的，我来。来，检查。别动那画！哎，松开！你干嘛呀你？没完了你啊！在工作呢，真是。对不起，这是我的工作流程。这个房间被闯入后没有做过安全检查，我要检查一下是否有录音装置或者摄像头。我用不着，你赶紧我出去，门口看着就行了。走。哎呀，你干什么呀你？张姐，这个房间啊，那是书房。你干嘛呀？你别没完没了，我告诉你啊！行了，你出来！哎呀，你干什么呢？人家在工作呢。哎，我问你，他是不是能保护你？谁知道呢？假正经。什么假正经啊！我跟你说，他要真能保护你，那就对了。我看看谁还敢闯进来，谁要闯进来，他就揍死他。你看完没有啊？出来！没完没了。谁呀？我叫的人来了。啊？什么？你还叫人？你叫什么人啊？哎，你好，姐，我们安装监控了，这工作证。哦，进来吧。哎，好的。不是，装什么监控？谁让你装监控的？是我向侯总建议的，侯总觉得很有必要。我觉得没必要，不用装了，走吧。预防万一有不该进来的人进来了，或者说有些人在不该出去的时间出去了。你就是不该进来的人，你不知道吗？你说什么呢？讨厌！不说，我觉得应该安了，我心里踏实。踏实什么？哪有在家里装监控的，多别扭啊！师爷，你这个监控安给谁看的？只有我。哦，对呀，就是一看有什么呀？他现在不是看着你，你怎么不别扭？哦，在监控里面看，你觉得不方便了？那也不行，家里装监控，你有病吧？隐私你懂吧？啊，隐私懂不懂？我那再说了，哎，行了，还隐私呢？你大熊拉了屎，那屁股都是我给你擦的，你有什么隐私啊？真是。放心，不是每个地方都安的。啊，那也不行，不能装，听懂了吗？不能装，听到没有？今天你们要是装了，我就给拆了，听到了？嗨，你拆！你
还装吗？当然装，进来吧。啊，师爷，你忙，我去厨房收拾收拾啊。在那个角落装一个，覆盖整个客厅。好的，没问题。还有，书房的那个角落装一个。好的。餐厅的这个角落装一个，要看到大门。啊。还有这边，这个角落要看到整个走廊。行。谢谢。还有这边，这个角落装一个，覆盖3个门的区域。不是我不让你装，你听不懂吗？装我门口来了，不行，懂不懂？豪杰，干嘛？你给我过来，别再影响人家工作。你听没听见？过来。干什么3、别装，懂吗？别装。 2，来了。干嘛呀？干嘛呀？干嘛来了？干嘛呀？过来。来了。装完以后，信号要覆盖到我的手机，还有笔记本电脑上，我要共享。好的，没问题。好的，开始吧。哎，那个姐，你看看手机，数据已经连到手机上了。书房安好了。 袜子能套路吗？画面挺清晰的，谢谢。应该的，应该的。手放下，手放下，站好，手扶抬头，对，把胸挺起来，站稳了，别动。干什么呢你？楠姐下班了，哎，你说那事儿我已经安排好了。行，那走了，拜拜，拜拜。 咦，敢拉黑我？来，谢谢吃点张姐水果，不客气。张姐啊，这客厅怎么没放电视，挂了幅画啊？后爵不让放电视。 你没看见呢？他整天就拿这幅画当电视看呢。谢谢。这幅画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？这幅画画的是他跟他妈妈。我看资料里说，他很小的时候妈妈就过世了。是。那年呢，他妈妈带他出去办事儿。 开着车出了意外，把车开到河里去了。他妈妈当时竭尽全力把他给拖了起来，可他妈妈，那时候啊，他才5岁，但已经有记忆了。那对他的影响应该挺大的。可不是嘛，我就看他长这么大，他也没从这个事情里头走出来。 别看他平时嘻嘻哈哈的、大大咧咧的，其实啊，他的心里啊是有伤痛的。
妈妈，你这是在哪儿啊？哦，那客户家里面。我问你，这朱大鹏怎么回事啊？我把他表妹的实习联系好了，他倒把我拉黑了，什么意思啊？我们分手了。分手？是不是因为你爸呀？没有，跟我爸没关系。我才不信呢！到底怎么回事？快告诉我。行吧，那个我把我爸一起拉进来，一起说，免得我说2遍，好吧？嘿，少见啊！脸怎么肿了？你脸才肿了呢！镜头太近了，变形了。你们俩现在都在啊！我正式的跟你们说一下，我跟朱大鹏分手了。分手了？为什么？性格不合。性格不合不是理由。性格不合怎么不能成为理由啊？要真是性格不合，必须分手，绝对不能凑合。你们之间有没有第三者？俩人在一起就是搭帮过日子，平平淡淡才是真。我早就说过，你以为我愿意有你爸这么累赘，我是累，谁都受不了。那你又为十一做什么了？公司宿舍，把他往运动队一扔就不管了。大鹏好歹还是我领导介绍的。你能听不是先听我说行吗？我跟朱大鹏呢就是普通的分手，没那么复杂，你们也不用多想。我现在有了新的工作，所有的心思呢都放在工作上，你们不用担心我，好吗？我的事说完了，先挂了啊，拜拜。你干嘛呀？你干嘛？我干嘛？我有事儿。这么晚了，你下班了，休息吧啊，赶紧回去，别盯着我，不舒服。有事吗？没事吧？你下班了，你现在休息了，懂吗？你可以回去睡觉了 ，OK 吗？别动啊！不要动啊！你还知道来呢？快点，快点啊！哦，就在这里啊。看我来。哎，洪公子来了。呀，怎么样？在换妞了？瞎说什么？我先找一司机。哎呀，司机怎么还换个女司机啊？啊，女司机怎么了？这是赛车冠军，我这刚退役过来用用。哎呦，还是个老司机啊！行啊，不是，我那边看看去。行，回头聊。好。什么情况？哟，你什么情况啊？这谁啊？介绍一下。这个是我家远房一亲戚啊，叫11。你要想叫13也行。13。啊，你叫她那个大表姐吧。啊，大表姐好。原来是亲戚啊！我说，你们俩怎么长得有点像？啥？我俩长得像？你是说五官都长齐了这一点吗？嘿，
大表姐，还记得我吗？上次真得谢谢你，多亏有你在啊，我们家这臭孩子才没被人揍死啊！咱们正式认识一下吧，我叫海星，星辰大海的海，星辰大海的星。表姐好，我叫小戴。你好。这很跌宕啊哈！别下车，快！艾米呢？啊，那个刚入手一 M5，刚才抽嘚瑟半天，他气焰嚣张的很。哦，这台是他的，看看去。这车挺有点肉啊。嗨，兄弟！哎，怎么样？姐们儿，我们买的这辆车不错吧？不错不错。我必须给你们介绍一下这辆车，4.4T V8发动机，600匹马力，最快可达750牛，100公里加速只需要3.4秒哦。涛哥准备挑战了！这干嘛呀？这是？涛哥挑战 S 级弯道。啊，能行吗？哎呀，这个不行啊！太差了，哥们儿，我说你这技术看着不咋地啊，行不行啊？你来了？哎，我们就算了吧，对吧？冠军姐姐，你来给我们打个样呗。对，走一个。我们是左舵车冠军，但是右舵不适应，开坏了。吹牛呢吧？我跟你们吹什么牛？不信我开给你们看看。蛋蛋，这右舵车我也没怎么开过。以后少吹牛。啊？一上来就这个弯杆，起步油门到底，松手刹，车冲进之后，第一个弯把你扶手杆能不能过去？直接一脚踩住离合，大方向。系好安全带。能行吗你？先来个原地掉头，震震他们啊！最基础的，这是我只能口述出来给你的技术了。踩离合，拉手刹，大方向啊！一起啊！系好安全带。哎呀，我是得系好，这不系好太危险了，命要紧。十一，我跟你说啊，你不用担心啊，不用紧张，我在这儿呢，什么都不用怕。
个车开的有2下子啊，还不错，挺像样。那我要是以你身为一个保镖啊，不光不好好隐藏自己，不把自己当成空气，反而站出来抢这个雇主和雇主朋友的风头，我是不是可以用这个当理由去投诉你，然后解雇你？你可以试试。所有救援队请注意！所有救援队请注意！老农场宿舍楼倒塌，被困人数不详，速来救援！速来救援！收到，收到，收到。队长，队长，请把定位发到我手机上。收到。准备出发。按定位开啊，越快越好。注意安全！救援队所有成员请注意，接指挥部通知，救援工作基本告一段落。为防止2次坍塌，请所有人员撤离现场。所有人员撤离现场。什么情况，兄弟？你怎么才来？不行了。现在有2次坍塌的危险。那里边怎么办？等会儿，王队长，麻烦你再跟指挥部确认一下，是不是所有的群众都安全撤离了？好的。指挥部，请确认一下，是否所有的群众都已经撤离？进去看一眼不就知道了吗？等会儿，等，不是危险！没事吧？啊！你扑我干什么？哎，侯爵，听你女朋友啊，上次出手打的我们可是挺狠啊。没错，没错，挺厉害啊。我救援的事不让张姐知道，我不想让她担心。我进救援队那天，我就宣过誓，在危机面前，我竭尽所能去挽救他人生命。所以你以后不要再干扰我救援，懂吗？这也是我们公司的理念，保护他人是我的工作，而你只是志愿者。救援的时候，你是不是先应该考虑自己的安全呢？那你就别想了。你作为保镖，你要跟我统一理念。我之前要开除你，那是因为我爸，我不喜欢他强制的干入我的生活，跟你没关系。但是如果你再来干扰我救援，那就是咱俩的事儿了。我去救援，我帮助每一个需要救的人，我分文不取。你做保镖，谁付钱保护谁啊？不给钱的不管人家死活，咱俩高下立分。你做志愿者是偶尔为之，而我是职业行为，分分钟钟都在工作，不拿钱我怎么活？你这样比较不合适。来，你接着说。好，那我就再提醒你一下，既然你做救援，你应该很清楚，做救援安全是第一位的。如果一定要排序的话，自己的安全第一，队友的安全第二。第3是被救者的安全，只有这样，你才有机会救出更多的人。哎，你把我们救援原则背得挺熟啊，啊？职责所在，对于你，我做了足够详细的功课。
我告诉你，你刚才那段话说的非常对，但是我不听。今天你是没耽误我什么事儿，我不跟你计较。下次如果你再来影响我救援，我不会原谅你的。这黄月的结婚请柬我可好不容易搞到的啊！你要是憋着什么坏事儿，可千万带着我玩哈。有请美丽的新娘幸福入场。我调查过了，黄月的老公叫白泉，比黄月小2岁，本地人，身高体重不详，父母都是3甲医院的主治医师。这小子之前在国外学的口腔专业，去年回国没进大医院，而是自己开了一家口腔护理整形医院，还挺火的。据黄月身边朋友说，黄月和白泉是在网上认识的，认识不到3个月就领了证和感触，也正是因为这点点滴滴汇聚在了一起，变成了一个可以托付一生的承诺。今天，他们也将在各位亲朋好友的见证下，许下今生今世的承诺。都说婚姻是相互的理解和信任，更是彼此的托付和珍惜。此时此刻，新郎白泉先生，你是否愿意与眼前这位聪明漂亮、美丽大方的黄月女士结为夫妻？在今后的日子里，无论贫穷富有、快乐忧愁、健康疾病，你都会永远的陪伴在她身边，热爱她，关心她，照顾她，并且用你所有的爱给她一生的幸福，直至永远。坚定地告诉她，你愿意吗？我愿意。这男的长得一表人渣，俩人真般配啊！个儿倒挺高，气质差点，杵着跟电线杆子似的，跟你没法比，还不如我呢。你说吧，怎么搞？动他哪儿？废话，你准备好没有？哎呀，几个选项啊，要不在他交杯酒里下点药，要不然给他鞋里安点图钉，再不然啊，就在那大屏幕上给他换点刺激的，或者都来过也都行。你怎么那么坏？下流！我是偷偷摸摸干坏事的人吗？是，坏事你都明着干。坚信他们以后的生活也会像这个吻一样，既甜蜜浪漫，稳稳当当。值得留恋。今天咱们送你。你有病啊！这多少钱？买你好几个饭店吧。你这渣女都跟人结婚了，算了，你这属于肉包子打狗，一去无回。要不帮我这打一打？那么接下来呢，要到我们的亲朋好友送祝福的时间了。那么我还打狗吗？也将给大家带来一份意外。你要干什么？别乱来啊！接下来有请新娘亲友团的一位神秘嘉宾侯爵先生隆重登场。生干。他来干什么？他是谁啊？我怎么没见过？恭喜啊！哎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我是黄月的好朋友，我叫侯爵。今天呢，我是代表
黄月的50多个前男友，我们的前男友团来给黄月送上新婚祝福。谁呀？